朋友你好，欢迎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李作恒。来欢迎这一节参与我们讨论来宾，首先是资深媒体人谢寒冰，冰哥。主持人好，大家好。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做得很好，各位朋友好。前海军舰长吕礼诗。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我们来持续关注1·1的战火。那么现在呢，川普又生气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哈米尼他就指责说，川普在夸大战果，他就直接形容说，美国总统用罕见的方式夸大了所发生的事情。那他为什么需要这样夸张呢？就是要掩盖跟隐瞒真相哦。那大家都知道，川普这个人怎么可能接受有人这样评论他呢？于是川普也非常生气哦，他说：“哈米尼，你不感谢我就算了，是我救了你一命。”他发表了一篇长篇的声明哦，简单来讲就是驳斥哈米尼的说法，更直言说哈米尼是愚蠢又虚假的，他才是救了他一命的人。好，那当然我们看到川普就说，他甚至本来呢，我想说我要努力哦，帮你解除制裁，但没办法，你现在要这样子讲我，那我就不努力了。听起来好像这个小朋友在吵架一样。好，可是伊朗外长呢，马上也谴责川普，说川普自称自己救了哈米尼一命，他们没办法尊重，而且呢也是没有办法接受这样子的言论。伊朗的外长更引用了爸爸梗来回击，他说以色列现在干嘛呢？你自己没有本事，所以呢只好向爸爸就是美国求助，避免被伊朗的飞弹夷为平地。好，可是你看到这个到底有没有真的攻击到重要的这个核设施呢？现在出现了各说各话因为你看伊朗的这个核设施呢，却出现了活动的迹象。这是一个最新的卫星影像就显示说，伊朗的福尔多核设施还有挖掘跟施工机具的出现，疑似是不管是新一波的重建或者是转移，都看起来之前美军的行动可能是没有太大的效果。那伊朗外交部更直言，他们拒绝任何跟美国恢复核谈判的计划。好，那当然现在呢，就说核谈判的幕后细节到底是什么呢？因为传出说美国政府开了一个秘密条款，但是伊朗方面他们就坚持它有3大底线。首先呢，伊朗的零用浓缩要求不变，那还有最高300亿美元的民用核子计划投资，以及取消对伊朗的制裁，解冻受限的资金。好，当然这是他们希望说接下来可以谈判有一个效果。可是现在呢，面临是各说各话的状况，尤其是伊朗这个浓缩铀到底去了哪里呢？川普说伊朗根本不可能有时间来转移这些浓缩铀，但是呢在这个方面就说没有情报显示伊朗在攻击前呢有转移浓缩铀的库存，这是在美国方面说的。可是呢伊朗外长就说没有我们的核设施确实是有过度跟严重的损害好，那不管如何，到底现在这个浓缩铀去了哪里？欧洲有一份情报就显示说，其实在整个浓缩铀的库存大致都是还蛮完好的，而且在美国攻击之前，他们就已经知道说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所以不是集中放在福尔多核设施。那美国的防长呢就说这个他有一些看起来有些恼羞成怒啦，因为被问到这个问题他甚至直言这个记者呢表现得非常糟糕，甚至说他是刻意要歪曲总统的言论。好，那当然我们来看到现在呢这个整个浓缩铀现在可以说是不是有可能还有进一步发展？会不会它只是一个未爆弹呢？因为如果情报显示说伊朗持续把浓缩铀提炼，那如果来到了核武等级，那恐怕就是美国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它也绝对会再度的轰炸。好，所以以美现在3方可以说都是各说各话，大家都说自己是胜利的，所以未来就是核问题的谈判呢，还是一个能不能真的停火的一个关键。好，宁夏大学的这个研究院教授就说，目前停火是不是取决于几个因素，一个就是未来伊朗跟美国关于在核问题的谈判能不能够重新开启，那如果不能的话，现在的僵持局面恐怕就会持续下去，所以停火就没那么容易了。好，以色列的防长呢也说，他们还是会保持对伊朗的空中优势，甚至呢提到说，必要时我们也不会坐以待毙，会再次的发动空袭来确保伊朗不可能重启核子计划或者是远程飞弹的计划。好，我们先请教彬哥怎么看这个当然现在川普呢就说，哈米尼你都要感谢我是我救了你耶。那人家现在说我不感谢啊，那你要不要再去干掉他？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大家都已经不想动了。
对，讲这样，所以现在就是进入嘴炮战。那哈米尼，然后小朋友在吵架。对啊，因为哈米尼自己本身是伊朗的宗教的领袖嘛，所以他当然要讲一些帮伊朗争面子的话。他总不能说我们被打得好惨，完了我们对，我要谢谢川普。对啊，感谢川普饶我一命，他不可能讲这个话嘛，所以这一定会讲。那川普也不用讲得这么客气啊，什么争取解除制裁啊，什么，你有什么好争取？你想解除制裁就一句话而已，问题是你要不要这样做而已嘛。那现在其实就是一个脆弱的平衡啊。为什么？因为以色列自己也知道自己防空漏洞越来越大，那伊朗也知道自己已经精疲力竭，他再能够进行的攻击也不多了。所以现在就是一个双方自己都发现自己的问题弱点在什么地方，所以大家现在就是一个休战期，赶快把自己的弱点补强。那对美国来说的话，美国自己也很清楚的表达出的态度，就是范斯讲那一套啊，你得罪我美国了，那我就要求你要服从我，你不服从我就打你。可是呢，我不会打太久，我打一下我就走了，就是这样。现在美国的态度摆明就是这样啊，所以美国就算真的到最后闹僵了，美国大概顶多就再轰炸一次。可是问题是，以福尔多他们这些设施来讲的话，我们当初就在质疑，即使你真的对那个就找到了他浓缩铀储藏的位置，对着他丢了钻地弹，你打得到吗？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质疑的，因为钻地弹只能够钻到地下40公尺，可是问题是人家的挖到80-90公尺深，你真的能够击毁它吗？对，这就是一个大问题。那现在种种迹象显示，恐怕战果不如川普所宣称的这么乐观。那伊朗有没有遭受到一些损失？我认为有，但是恐怕没有西方所渲染的那么严重。对，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个人认为，唯一可能的发展就是伊朗这次虽然受到了创伤，他会更加努力的去发展核武。为什么？因为很多国际的事实都摆在眼前嘛，大家去想想看，为什么是伊朗被攻击，不是北韩被攻击？再来讲，应该要去打北韩啊，北韩是已经真的有核武对不对？而且不断在试射飞弹。再来，他的动作其实比伊朗嚣张得多那你美国为什么不直接去轰炸北韩的核设施？为什么？其实理由很简单，就是我刚刚那句话，因为他已经有核武。柿子挑软的吃。对，你去攻打他，你可能自己本土会被轰炸。所以对伊朗来讲，他也看得非常清楚为什么他一直来揍，就是因为他没有真的用。所以他赶快的发展出来。所以我觉得他未来一定会朝向这个方向走，他一定用尽一切方法，先发展核武再说。因为很简单，他的常规军备要打赢以色列跟美国太难，基本上不太可能。所以对他来说，只有发展不对称的战法。所以他一定会想办法去拥有核武。实际上，我们台湾以前也想拥有核武，所以后来被人家出卖了而已。不然的话，如果台湾今天有核武，整个局势又会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现在事实摆在眼前，伊朗就是会往这个方向去走。现在这个休战期能够休多久，没有人知道。搞不好大家一言不合，过2天以色列又跑去轰炸，伊朗又射飞弹，但是双方也撑不太久，因为实力就摆在那个地方。所以我觉得在这种动荡不安的时刻，中东未来就是埋了一个火药库，大概随时都可能再起冲突，也随时又会再打起来。对，到底现在这个核武的发展的状况是如何？因为现在美国之前就说，他们对于在这个他们的核基地是有一些的让他们受损的。来，舰长怎么看？到底有没有受损我们都会看得很清楚。但是我们这样讲也就是川普之前他炸了伊朗。那现在他说我救了哈米尼，神也是你，鬼也是你，谁相信你啊？川普的嘴实在是不能相信那我们看这张图，这个是乌代尔空军基地的图，我们可以看到6月5号它上面停机坪上面都是飞机可是等到6月19号的时候，它的飞机通通撤出了，也就是其实美军早就已经做好准备了。那为什么现在那个川普会讲说，那个你伊朗要来攻击我的乌代尔空军基地的时候，你还来跟我讲，对不起这个是有关于联合国宪章的部分也就是你攻击了，你单方面攻击了伊朗，那伊朗是可以拥有自卫权的，所以他要反击的。那但是他要有限的反击才这么说那其实这一次攻击的3个基地也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福尔多，那还有纳坦兹，还有伊斯法罕。但是伊斯法罕它没有使用这一个钻地弹，它是使用我在这个阿曼湾这边有一艘
那个2害2级的这个核动力潜舰发射巡弋飞弹去打的。好，那刚刚主持人要求的功课必须要做啊，也就是说呢，我们讲到说啊，有关于到底打成什么样子啊，这个是它的一个北通风口，这是南通风口。那这个呢，这个是Top Gun 啊，独行侠。那其实 Top Gun 当初叙述的也大概是这个模式，从通风管进去。可是我想请问啊，当初23号第一天攻击的时候，那个开了记者会，公布了这张图。我请问一下，那为什么3天后又公布另外一张图，说，你有打到什么样的通风口啊？通风口又长的，你为什么不第一时间说清楚了？然后直到被大家疑问了，然后你才说。而且你讲这个通风口，其实很有趣啊。按照他这种说法，他是不是直通到我们讲到的核设施里面？但是真的是如此吗？不要讲说核设施，我们来看一下雪山隧道就好了。雪山隧道它的那个通风口，它直接通的是岛坑啊，它不是直接通到我们讲到说东向西向的公路上面。所以其实啊，现在这个问题，大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可是真正的问题是，现在伊朗的国会已经做成决议，也就是未来不接受这个原子能总署的相关的检查，因为伊朗其实从一开始被传闻，然后一开始这个以色列纳坦雅胡开始喊说他有这个伊朗有发展核武的实力，已经喊了20年，那他也被检查了20年，结果检查了，最后我还是要被打，那我为什么要继续被检查呢？那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且现在出现另外一个质疑，也就是到目前为止，你说你打到了福尔多，你既然打到福尔多又是大家传闻下面是有这一个储存这一个浓缩铀的，那应该可以检测出来，也就是附近会检测出来相关的那个到底有没有指数。可是截至目前为止，这一个国际原子能总署说没有，他说有的是另外一个地方，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最南边的伊斯法罕，不是佛尔多这个地方。那你到底打到了什么呢？那至于说这个伊朗会不会继续做？当然要继续做啊！这就是刚刚彬哥讲到的，为什么打的不是北韩啊？因为当你说你有核武的时候，你最好要有啊！你有的时候没有人敢动你。之前有人传闻说有，那个就是伊拉克，那还有利比亚。结果呢，他们就是接受了美国这一套系统，美国的这一个秩序，说好，那我们就放弃吧。那放弃的结果是什么？2个放弃的领导人最后通通都挂了。所以我们这样讲啊，如果你相信美国，如果你相信西方媒体，那继续那个就是不发展的话，那你迟早有一天还是必须要很快的就会见到上帝啊。那另外一个疑问是，既然啊那个我们讲到这个是国际的军备控制的组织，他都说了，以色列你有90枚的核武，那为什么以色列可以有？如果大家整个国际的秩序都规范在核不扩散，为什么以色列可以有，那伊朗不可以有了？那这个是大家的疑问。对，这样的疑问就会让说接下来谈判恐怕更加困难了。来，梁老师，现在已经是个常识了哈，而不需要去查证什么情报的机密的验证。美国打伊朗的核设施并没有成功，他没有白忙一场，那他做了很好的公关秀，大家是感觉到他的军事行动是很成功。可是他应该一开始就知道，我现在只质疑哦，美国的国防部军方应该了解，你要深入到地底下80到90，经过花岗岩跟混凝土，其实你可能必须要使用到1000当量的战术核武，才能真正的打得那么深。但是用那个东西，那就完全另外一回事。所以你现在用这种 GBU57的专地巨弹，其实效果有限。那但是如果他们都知道川普为什么还是要决定打，2个因素，他要救以色列。6月13号到6月20号，其实以色列已经被打将近8天。虽然打伊朗更多，但他没有想到伊朗的弹道飞弹对以色列的几个大城市炼油厂造成
毁灭性的攻击。将近这个8、9天，以色列人都躲在防空洞，经济民生停滞，所以川普在救以色列。你说救爸爸也可以了，那但是哈梅尼这个出来就表示说，川普并没有达到就是所谓政权更替的目标，而且我们看到后来，伊朗也清除内部杂质很多的这些所谓的这个帮助以色列摩萨德的人都被他处决掉，几百个人。对，川普那个时候敢用核武、敢打核设施，也是因为他赌伊朗不敢回应。但这个赌很大，这个赌真的超大。那现在呢，核设施没有被打掉，然后呢，政权稳定，对，然后你看到以伊的停火是脆弱的，同时到底会不会发展核武？我觉得哈梅尼的讲话代表的就是核武计划一定再起。可是，在他前一天，伊朗的总统也讲说，伊朗坚决维护自己发展民用核计划的权利，所以这个还要取决最后伊朗内部的政治斗争。我们知道，过去这10几20年，其实一直都是如此，才使整个核计划拖延。不过核计划并不是那么容易啊！各位想想看，你要像北韩、像朝鲜那样子，你不顾一切的往前走，全世界的制裁、内部的掌控，你才能走到那一步。那不是早期60年代、70年代，印度跟以色列都是在60年代。1967年，以色列拥有核武；1968年，印度核试爆；1998年，巴基斯坦核试爆。那这也是最后一次我们看到这些核武国的事实核武国的核试爆。所以今天21世纪伊朗要走向核武并不是件这么容易。可是，在这个被美国轰炸情况之下，强硬派现在一定占上风。但强硬派现在临到面临问题，哈梅尼已经86岁，对，他交棒的下一个能不能够在内部的政治斗争当中赢？那这时候要考虑到其他的大国，俄罗斯跟中国是不是会继续支持？因为他们也许有别的方式可以去使得伊朗再三的考虑要不要走核计划。毕竟9000万的国家在这里是个大国，走核武这是一条不归路。对，这恐怕冲突短期是很难以落幕。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来看呢，是这个关税大限即将就要到了，我们现在非常紧张。好，那关键就是川普他的态度是什么？我们就来看川普呢，现在开呛喽。他说我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更暗示他不排除提前或者是延后恢复高关税。换句话说，我才是老大啦，我想要怎么做，想要什么时间点，就是要听我的。那他说有可能在下周就会公布各国的这个关税到底是多少。那他也同时谈到说，美国其实已经和4到5个国家达成了贸易协议那其他也都在谈判进行当中。但是坦言呢，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达成共识。预告说，未来1周左右就会即兴的通知部分国家关税的税率，那也可能提前执行。美国的财政部长呢就说，目前呢是有18个国家在进行协商，最快在9月1号之前就可以完成谈判了。那我们看到现在因为受到整个关税的冲击在4月份全球经贸摩擦指数是持续的走高，来到了131。那全球经贸摩擦措施呢，也涉及的金额同比大幅上升了37.6%，尤其在全球的进出口关税的措施指数呢，同比也是提高了89个点。好，当然这对全球的经贸厂商来讲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冲击。可是呢，我们来看关键的还是什么？中美现在在这场关税战当中关键就是我们一直讲的稀土，现在还来得及吗？好，川普预计是在今年呢，要率领数十个美企的总裁组成代表团访问中国大陆。不过呢，这里头就没有指明说川普会不会直接
接在这个期间会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那中国的商务部也证实说呢，中方会依法审批符合条件的管制物项的出口申请。那同时呢，他也提到说，就是美方也会把相应取消对华采取的这个限制性措施。那当然，这提到就是审批稀土出口了，所以大家很关注是接下来这有没有进一步的有可能来放宽。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就说，他们在25号签订的中美协议，就是希望先让磁铁可以恢复流通，从大陆输往美国。而且他说他非常有信心，这他也收过这个磁铁货品的人接下来你不用担心，你一定也会定期的收到这个磁铁。好，可是川普呢，现在就说我在 AI 技术的快速发展之下，所以它带来一个很大电力需求。那川普政府呢，正在准备一个命令，就是要扩大电力能源供应以及资料中心的建设，未来就是要加强发展美国的 AI。但美国既然要发展 AI 你看这个稀土磁铁短缺的问题你看内含稀土矿物的磁铁短缺，导致说像福特有很多的美国工厂，他们只好暂时停工了。那当然美国现在还要隐忧的是什么呢？跟加拿大的关系，就在这个贸易不确定性的增加的同时呢，好，我们看到川普本来试图想要缓解美中紧张关系嘛，结果呢，几个小时之后他就宣布美国终止跟加拿大的贸易谈判，而且他又谴责加拿大，他说加拿大对于科技公司的这个数位服务税是对美国的攻击，就是为了这样的数位服务税你看川普呢，他说加拿大是一个很难跟他们做生意的国家，根本没有办法来跟他们进行谈判，因为多年来呢，对美国农民征收400%的一个乳制品关税咯。那华府在7天内告知说，加拿大我们有新的关税，就是要让对方说知道和美国贸易。我要告诉你，你也是需要付出的。那当然，你看加拿大马克宏，他也是这个。欧盟就说不排除跟美国关税谈判有可能最后走向是失败，所以你看，包含像马克宏呢，他就提到说呢，他不接受不平衡的这个条款那未来在欧盟的领导人峰会上呢，也会说要讨论美国就贸易协议提出的一个新的提议。冯德莱恩清楚的表示说，他不排除这个谈判最后可能会走向就是失败的结局，还说所有选项都在他们的考虑之中。所以法国总统马克宏呢就说，这是一个如果最后结果是一个不平衡的、不公平的，那当然他们也不会接受这样子的协议。另外是呢，欧盟主席冯德莱恩他也提到说，在6月26号主张欧盟可以跟环太平洋国家来进行合作，重塑 WTO， 未来可能这是一个基础的垫脚石。那还有很多外媒也指出说，这其中指向就是有11个环太平洋国家所在的 CPTPP。美国媒体形容这是什么呢？这是一个欧盟他们在做反击动作，因为呢，他们未来的构想是没有美国的一个世界贸易俱乐部，这当然对美国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好，我们先请教彬哥怎么看？现在这个整个关税还在谈判啦，但很快就要揭晓嘞。可是你看，川普现在看起来态度持续的是强硬的，这个是他一贯性的做法，讲话非常的嚣张，好像全世界都要听他的命令。我才是老大。可是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你在演什么情？你现在就直接公布就好了，你就宣布说，就不用谈了。对啊，根本不用谈，你是老大就直接分配哪一个国家多少关税那为什么还要谈？所以这就是一个虚张声势，这个是川普一贯的伎俩。我觉得世界各国现在也都看清楚这个状况，所以你讲就讲吧，就让你讲，你高兴怎么讲就怎么讲，反正到最后还是要谈，就是这么简单。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觉得川普这种狼来了讲了太多次，现在大家都已经麻痹了，都没什么太多感觉。那所以有一些国家下周可能会开始陆续收到。我觉得恐怕会收到的并不多，对啊，因为显然目前为止跟他真正谈好的国家没有几个，包括我们台湾不是一直跟人家讲我们是第一批吗？请问一下，现在政府还有这样讲吗？没有了，我们现在已经不知道到第几批去了，所以也不知道。那当然对赖清德来说，现在晚反而比较好，因为他最怕什么？最怕万一川普突然之间公布，在7月26号之前公布，会对大罢免造成一个重大伤害。所以对赖清德来讲，与其早不如晚，赶快至少拖过7月26号以后再说。那可是问题是，美国其实自己要考虑到一个事情，这个东西一直拖，你会造成什么结果？会造成经济持续萎缩。因为大家都不确定我到底要卖给你的时候，我很怕。现在所有的厂商都在怕，
我会不会船开到一半，你关税突然调高了，那我怎么办？对啊，对所以这会严重干扰到经济活动，这也会对美国内部产生严重影响。所以川普自己心里头是有数的，那只是他现在虚张声势还在演而已，那会演到什么时候再看，看整个态势的发展。那至于说川普跟习近平到底会不会会面，其实这个就是一体两面。如果说中美之间能够达成协议了，双方能够各自做一些让步，那川习会当然是有可能。可是如果说这个关税还在瞧，习近平怎么见他？难道见他两个人再吵一架？对啊，不可能吧？对啊，习近平要有一个初步的一个共识啦。所以，当双方如果没有达成一个大致的协议的话，川习会是不可能产生的。那就看川普到底有多想见习近平。我觉得这个就能够决定到底他们多快会去会面。那至于说欧洲要搞 CPTPP 这一套，要撇开美国，我直接讲了，办不到。欧洲没有这个实力，也不可能产生这种事情，这也是另外一种虚张声势而已。来，杨老师怎么看？说现在当然这个中美也在持续的谈判啦，可是每一场怎么办？每一场现在很紧张。接下来2个时间点哈，一个是7月9号，这个是川普跟中国以外所有其他国家的最后90天到期。第二个是8月12号，这是跟中国大陆的这个90天的到期。可是呢，目前跟全世界只有英国一个国家签署。川普放话说印度也正在谈啊，但他的放话我们听了好几次。相反的，加拿大跟欧盟反而针对钢铝提高了关税反制。那昨天川普就很气的说要跟加拿大断掉这个自由贸易关系。所以7月9号绝对不会，一定会再延期。这没什么特别，因为川普一直这个延期也是正常。还记得 TikTok 吗？他也不知道被延期了几次了。缓兵之计。在中国大陆这方面呢，5月10号他们有一个日内瓦协定，这个是川普第一次的退让，因为他本来的关税高达的145%到245%，然后呢发现到这样子打下去会打到自己美国经济，所以呢很快就自己先退让。5月10号退了115%，到了6月10号的时候又在伦敦会面，为什么呢？因为川普发现到，原来中国的稀土卡住美国的脖子，科技、军工业，所以呢，6月5号跟习近平通了电话，6月10号在伦敦会面，达成了一个框架。昨天他就宣布，我们已经具体达成了一个协议，那事实上不是协议，而是一个叫谅解。双方，中国这边说我会依法审查，这个管制物品的出口，他连稀土都没有讲到，但是呢，美国将会这个解除一系列的管制项目。至于美国这边呢，他只说中国会开放稀土，我们这边可能会针对乙烷啊，或者是 EDA， 这是一个半导体的软体做开放。所以各位也要了解到现在这2个东西，中国的稀土跟美国的管制，尤其是半导体先进制程的这个管制，现在这变成2个国家自己手上最核心的武器跟筹码。短期就不太可能全面的开放，一定是相互的测试、相互的互动之下，部分的开放。因为完全的切断不可能，这个被证实。但完全的开放，谁会这么愚蠢？稀土的层面，各位了解，全世界这是一个有限物资全世界的储藏量，中国有一半，4400万吨，开采量中国占每年开采量的70%，27万吨。然后呢，3种稀土的这种产物，一个叫稀土的金属，很多种，17种至少；一个叫稀土氧化物，还有一个叫做永久磁铁。这3种中国的生产、提炼、出口，全世界占90%。日本在2010年被制裁了9个礼拜，那个时候日本对中国的依赖是92%。经过15年的努力，到了去年，他自己分散投资、自己提炼等等之类，搞了15年，降到了60%。也就换言之，还是有60%，它不可能脱离中国。这个变成中国倒过来对美国跟世界科技的卡脖子。不过这讲到这里我就觉得，你看世界各国主要的这些各国，美国也好，中国也好，日本也好，欧盟也好，大家都在为自己的国家利益、科技发展
各出奇招，然后守护自己的经贸科技利益。我们台湾呢？我刚刚不是讲7月9号、8月12号吗？台湾有一个重要日子叫7月26号，那大罢免。赖清德只会搞大罢免。我们的台积电呢？我们的电力呢？我们的科技发展呢？两岸经贸呢？作为国家领导人，现在在讲什么东西？看看人家全世界现在的关注的议题吧。来院长。我们在讨论有关于谈判的时候，那如果拆开来以结构来进行分析的话，有3个不同的架构。第一个就是议题结构，其实川普一开始就讲得很清楚，这个是有关于关税，那对等关税的部分。那第二个呢，也就是有关于成员结构，这个也就是我们看到为什么中国大陆以及东盟国家它的关税这么高，因为美国想要借用这一次机会把中国供应链整个拆开瓦解。那这个是我们讲到有关于成员结构的部分。那第3个部分呢，也就是权力结构。可是权力结构呢，它里面比较复杂。第一个最主要的是议题的权利，而不是整体的权利，也就是不是你美国说了算啊，而是真正的这一个议题掌握在哪一个国家手上。例如说，我们讲到对于中国大陆来讲，打蛇就打你7寸啊，那这个7寸在哪里？稀土上面。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呢，也就是我们看到了这一个现在加拿大也不演了，那也不相让了，也就是有关于这一个数位服务的部分，它也开始来课税。这个都是开始哦，都是告诉大家美国的弱点到底在哪里，而不是说大家只是好像不知道重点在哪里，在那边漫谈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啊，我们就想要来看一看啊，到时候真正获得通知的国家，以台湾来讲，到底是如此。而且，川普会不会再演？基本上，川普不会再演。为什么？他如果再演的话，就被再一次认定他是taco。Trump always chicken out。川普总是临阵退缩啊。所以我们讲到这个部分啊，也就是现在那个赖清德总统他谈到这个团结国家10讲的部分，他一定要先把这个稿子准备好啊。也就是最后这个关税一摊开来的时候，我们到底是旗手还是棋子，那就很清楚了。更多的讨论马上回来。大家晚安，我是陈燕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1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用您听得懂的话说给您听。现在介绍这1小时来宾，首先要介绍是特役中将邵华明将军。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还有政大国关中心兼任研究员严正生老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以及政大外交系教授吴崇涵老师。燕莹好，大家好。好，刚小先带你来看到的是他生气了，是谁？川普。川普说敬酒不吃，你吃罚酒啊！哎，是谁？哈米尼啦。哎呦，因为哈米尼呢，不是就是在川普他说大胜利的隔天，他马上就出来了，说哪有什么大胜利，是伊朗大胜利好吗？根本美国炸了个寂寞，什么都没炸到。好啦，川普他现在说是我让以色列饶你一命，搞清楚，以色列那个时候都已经要直接斩首，我们根本知道你躲在哪里，我去阻止以色列，让他不要去动你，我救你耶，你怎么会这样呢？好，现在呢他就讲，我本来还努力要解除你们伊朗的制裁，现在你这样弄我，好啦，我不努力了，听他怎么说。Ayatollah's statement yesterday that we won the war. Oh, God, won the war. And I said, look, you're a man of great faith, a man who's highly respected in this country. You have to tell the truth. You got beat to hell. 已经beat to the hell 打得落花流水都讲出来了，你们为什么不承认呢？好，反正川普讲的就是说你不知感恩啦，因为现在发现了伊朗的核设施说有活动的迹象，这个是卫星27号捕捉到的画面，发现呢在 Fordo 的设施被炸之后，因为他们后来不是以色列还特别来炸它的入口嘛，结果这边好多台挖土机，还有人在运土，所以是不是你又要再动了？川普就讲，如果你只要再动，我绝
绝对再炸哦！大家就看嘛，看彼此之间谁能够盯得久，而且谁比较凶狠。以色列呢，其实在这一回的行动当中，12天杀了伊朗30位高层、11位核科学家，所以他说我们是真的有重创了伊朗的核发展计划，至少人才被我们杀光光，而且我们未来是定期，这2个字很重要，定期阻止伊朗威胁。那也就是你也不知道以后什么时候会发生，会不会发生，反正我定期来阻止伊朗。这一回呢，大家就想问，到底伊朗他现在还有谁能够帮他可信任？这个时候这一家出来说话了，叫印度。印度呢，现在在讨论这一局的时候，他是怎么问的？印度的主持人问说：“哎呀，中国怎么都没有为伙伴提供帮助？”来看看他们的原话。But when Israel and then America bombed the living daylights out of Iran, China just looked the other way. They issued a statement and did nothing. Very bad. Are you finished? Victor, nobody trusts you. You're an untrustworthy country. Finished? Listen, China is the largest trading nation with more than 140 nations Good, yeah, in the don't world. Stop threatening the world. Well, including Iran. But China does not support military activities. China condemns There you are. Israel. We don't support military activities. 好，鼻子有点吵起来啦。反正印度的讲法大概就是说，你不是说伊朗是你好朋友吗？美国炸他的时候，你怎么没有来帮忙？那中方的意思是说，我们有这么多的国家跟我们是好朋友，但我们就是不支持军事活动。反正现在呢，伊朗看起来美国也不再挺他了嘛。美国这一回本来说要帮助他，现在川普也生气了嘛。那伊朗的驻中大使则直接讲，其实我们一直以来都还没有用尽军事的反击能力，也就是说，现在我到底要不要回谈判桌？那就是你们要放弃压迫我们、霸凌我们，我们才会重回谈判桌。回过头来，现在呢，伊朗驻日的大使则是直接说支持习近平4点主张，而他们愿意和大陆这边推动落实全面的合作计划，包括了中方要对伊朗投资，在25年内达到4000亿美元，还要建自由贸易区，同时跟他们的银行啊、电信啊、港口啊、铁路等等，要有10多项的计划在进行。那等于是让他们的民生、让他们的贸易能够有进一步的突破，而伊朗现在也重启向中方采购歼10C 的谈判。俄罗斯专家就认为了，伊朗的战机缺口了大概有400架左右。那当然啦，歼10C嘛，你也看得出来是跟巴基斯坦先前那个战功多多少少可能有点关系。要是这个真的谈得下来的话，那未来恐怕它的战力又会不一样。其实现在呢，大家看到的是，在中方他们的武器已经跟以往的性能不太一样了。我们现在给您看画面吧，这是歼16。好，歼16呢，现在传出说是可以驱离外机，同时呢，它能够平行卡位，还能够这个抛洒干扰弹。而另一个部分呢，则是南昌号。好，南昌号呢，他们现在是已经加入了辽宁号的航母编队来远航训练，可以1对2逼退外舰，阻止外舰穿越。那这一些呢，就是中方现在他们其实在全面性的战力，包括了他们的军事外销，都希望能够让他看到他的实力。至于美方呢，美方现在基本上啦，有人说是被叫爸爸就满意了，因为去北约，然后被吕特叫了一声爸爸之后，他现在居然推出了 Daddy T 恤，这真的只有川普做得出来。他的竞选的这个筹款部门呢，开始印有他的脸，然后下面写 Daddy 的这个 T 恤，还蛮贵的，一件要27美元，说要开始开卖。而美军在中东呢，则是传出以惊人的速度在消耗武器，就是他们的代理海军作战部长讲的是呢，因为跟胡塞之间的武装，所以他们有很多弹药呢，基本上是已经没了库存，也因为这样。大家就会讲，美国人是不是开始有点焦虑感？因为呢，竟然开始囤积防毒面具、紧急餐包，还有行动电源。因为啦，过往来说，害怕就是在国家跟其他国有比较激烈的军事方面的行动之后，很担心会引来报复，或者是一种种族上面的情绪。好，这个是人民他们自我突然之间有了忧患意识。回过头想请教一下帅将军，您会怎么样来看？川普他则是很生气，哈米尼不长眼，是我让以色列饶他一命的。这个川普讲话很有意思。这一次打仗的国家、涉入的国家是
5个国家，5个都在喊胜利。巴基斯坦喊胜利，那实际上真的有点证据。印度被打败了，还要喊胜利。这个以色列也喊胜利，伊朗被揍了也喊胜利，川普也喊胜利。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其实卫星出来被炸的 GBU 炸弹，第一天我就讲没炸到。因为这个川地炸弹它只炸到一个入口。为什么我是这样判断呢？因为第2天以色列又在这个弹痕周边又补了一枪，又派去炸。为什么？他怕就明明说明是炸的一个出入口。因为这个我们在金门搞了4年，都住在地道里面，做地道啊，下去还有横向发展，或者斜向发展，或者中间转几个弯，就是让这个暴震波啊，统统被抵消掉。第2个证据就是说你没炸到，为什么？没有核子辐射。第3个，美国只有一个傻瓜，老老实实讲没炸到。结果川普一发脾气，所有马屁精都讲炸到了。这中情局会也补一枪，有炸到了。为什么？你妨碍川普拿诺贝尔奖啊！他就想这搞这2个和平，就是我解决了这个问题，对不对？所以他当然骂哈梅尼是有道理。当年我是告诉以色列不要把你斩首啊。哈梅尼国内有点骂，打了这几天你在哪里啊？你躲到哪里去了？你这个领袖人物，所以每个都有负面，你知道？你看我们川普啊，多享受马屁精，身边一票子啊，国防部长啊，这国务卿啊，都这样，还有这个很多，但是为什么对北约的秘书长这么难看呢？拍你马屁，你还要加羞辱人家，弄一个 daddy shirt， 真是侮辱人到极点了。我跟你讲，马屁要拍到马屁股上。吕特是拍到马蹄子上面，那么被踹一脚，到处都有 daddy shirt。第3个，美国人呢本来就是很敏感。我记得跟美苏对抗冷战的时候，美国人多少人做地下安全室，要存粮存上1年，又有防毒面具，又有什么啊，他们真的是很敏感。古巴危机的时候，下面就很多在那里搞，所以这些现象这很普通啊。所以。但是你说2伊战争，伊朗跟以色列会不会停？不会停。伊朗所有的投资就是说，我要有核弹，我才有安全感，因为以色列有，对不对？那以色列说，我不把你的核能拿掉，我才有安全感，要不然我也睡不着。当年你旁边的小弟围着我在骚扰，什么巴解了，加沙的恐怖组织了。北黎巴嫩啦、胡塞啦，我现在把这些都清得差不多，我当然刨你的根，挖你的底嘛。那当然是对以色列。这一次呢，是因为川普在中间非要表彰他的调停能力啊，他胜利。伊朗也说我还没打残。其实我们看很多画面啊，以色列也被揍得很惨。那大家都奇怪，以色列现在才想到要买歼10C 啦。那你以前干什么去了？伊朗啊，对，伊朗的空军的确很糟啊，还有 F14，对不对？那多老了，F51，对不对？问题你现在要买40架，你有钱吗？你说中国还要跟中国签4000亿的这个投资预算，你以前赖账的习惯，这个中国已经尝过很多苦头哎。上一次弄的时候，你还跟印度勾勾搭搭的，对不对？中国会不会履行这4000亿？我觉得不一定。这个高志凯讲话还算是便宜的。他要讲一句话就更有用。我要帮助巴基斯坦的话，你不只是6架，15架都被干掉啊。在印度对话这个过程当中，但是也想请教一下吴老师，因为现在呢，其实看起来就是彼此之间的较劲是没有停歇的。其实我们从3方来看，从伊朗、以色列跟美国这3方来看啊，其实伊朗他们损失蛮多了，不止损失了科学家，损失了一些离心机跟它的相关的设备，然后还有它的浓缩铀的存量也被大大的减少哈。最重要的是它在法理上也站不住脚，它违反了 NPT， 那是违反了 NPT， 让联合国安理会有了这个借口可以制裁它，并且呢让大家说你要必须展现出你到底有多少浓缩铀跟你的这个到底浓缩铀60%到90%进展多少，大家要你展现出来嘛。
那伊朗他就说我不管你了，他就等于一翻两瞪眼。那以色列到底要什么？其实以色列我们很清楚，是以色列根本他连伊朗的浓缩铀的能力他都想要把它拿掉。他不是说你有核武哦，他是让你的浓缩铀的提炼能力，他都想把你取消掉，想把你炸光。所以以色列的算盘就是他不断的去打，最好呢还要把美国也拖进来。他希望美国进来能帮助他用这个所谓这个川地炸弹帮他一次把它解决干净。那如果美国愿意派地面部队，那更好。好，问题是川普不是省油的灯啊。那当然最重要的是这个美国呢，美国虽然川普说我们有3万吨的巨型专利弹可以散热设备把你全部炸光，但是呢，美国的干涉也是有条件的。其实川普也讲了，早前从胡塞组织，我们看胡塞组织在红海封锁，川普派这个空战去炸他们，发现没有用，胡塞组织还这边打。到30天后，他说我不打了哈，胡塞你们在那边，我承认你们在那边。这一次也是啊，他丢了这个川地弹之后，他说我们赢了，为什么？最主要他还是要第一个展现美国在中东我还是有一些力量，第二个他要满足那些以色列游说团体在美国，我们知道以色列还有犹太人游说团体在美国非常强大，他要川普做很多事情。是。然后呢，他也希望在川普在这个以色列的非核化上面你要做一点事给我们看，所以川普说好，那我就丢几颗啊，代表说我们已经做了。但是如果我们回顾空战的历史来看，他光是这种空中攻击没办法去消弭的啦，他一定要派地面部队去，甚至侦查完进行扫荡。问题是以川普的个性，不想要打长久大规模的战争，他不可能派地面部队进去的所以以整个我们来看起来总结来看，我觉得这次的争论重点不是在于说是不是伊朗要把研发的武器要把它全部拿掉，是以色列根深蒂固要你整个浓缩铀的技术，我要把你全部取消掉。这个跟之前奥巴马在伊核协定上面的概念是不一样的。这样不一样。伊核协定是他们认为说你还是可以有浓缩铀的能力，因为我们知道浓缩铀能力在大概3到5%的时候是用于民生核能。好，那你如果再往前提炼60%到90%，米尔萨海默也讲，他随时很有可能可以从这个60到90进阶到他很快就可以做核武了。所以以色列说，你们为什么要让他有浓缩铀能力呢？我们就是要把它根深蒂固拿掉，不让你留着。基本上对伊核协定他们不屑一顾了。那如果大家的概念在上面完全是南辕北辙，那在这个整体的情况，我觉得未来他只是拖在那边，以色列还是会天天去找伊朗的麻烦，然后他也会叫川普说，如果你真的，他会叫游说团队继续跟川普讲。那我觉得这个东西他就卡在这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长久型的issue， 而且它是一个冲突在这里。就是原本美国的讲法是说，好像下个星期好像大家都会回谈判桌了，结束了这样，但是他看起来好像没那么回事。来，请教老师。我想第一个就是美国参谋会联席主席在跟参议员做简报的时候，就表明了，我们炸这个伊朗的这个核设施，其实只有2个是用这个真的炸弹来炸这个钻地炸弹。他说另外一个因为根本也炸不进去，所以没有用到。哇！就表示说，你今天伊朗如果用最深层的在地底下的那个核设施，其实美国也炸不到。那就表示它一定还会留着。那我就不晓得以色列要怎么样来面临这个问题，就是你怎么样也炸不到它最深的那一部分。那以色列自己我也觉得是一个大问题，你自己可能是有核武的，你是有核武的，但是你跟北韩2个是不加入这个核不扩散条约，伊朗有参加，所以他现在发展是违反条约。那以色列就说我没有违反，因为我没有参加。那北韩呢也没有参加，然后大家会谴责他，但也没人敢去动他。所以我觉得这个各种不同的标准就在看对待核武器这个拥有者你觉得他不该有，他就不该有；你觉得我也管不了他，我就不去管他了。你觉得他可能有，但是呢，因为他是我的朋友，所以没有关系。这是完全各种不同的标准。那我觉得如果今天这个美国继续觉得说要去我们这样讲好了，羞辱这个哈梅尼的话，我觉得伊朗也很开心啊。他反正85岁，换一个无所谓啊。伊朗可能有个更年轻、更具领袖魅力的人可以上来，所以你今天说，我们只是没有让他活下来没有，就是跟以色列没有要把他斩首。
但是我觉得你今天真的斩首，搞不好是帮助了伊朗哦。那另外就是说，如果今天美国担心看到这个没有办法处理到伊朗，那你就去想到伊朗其他的，我们刚刚讲的胡塞组织哦，你搞了那么久，耗了你这么多东西，胡塞组织还在，然后你自己又担心，每天在搞设备，就觉得说，哎，我觉得就好像回到我刚到美国的时候，还有那种核武的阴影，你知道，核武的阴影在60年代以后其实是很严重的，到70年代，甚至卡特总统上来的时候。还在担心核武啊，没事，大家都要就是说要一个和平的什么的，很担心这个环境。然后90年代以后，苏联解体，大家好像觉得不是一回事了。结果，金正恩弄一下，然后现在伊朗弄，然后美国自己现在难道又要开始？我最记得我们那个时候有读这个，万一发生核武，最重要什么？他说用铲子挖地啊，挖一个坑啊，6尺深，然后把自己埋在底下，他说可以避免被核子弄，难道美国现在又要开始搞这一套东西吗？怎么样来避免核武？所以我觉得美国今天你去碰这个伊朗哦，当然你如果不制裁它，说不定会好一些。以前有一些谈判的机制，可能会走向这个6方会谈的时候，不就是这个 G5+1啊，这个是有可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川普你先开头就把它取消掉了，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没办法有信任嘛。其实川普现在做很多事情，大家都想问他到底讲真的还是讲假的。我们就用关税这件事情来说吧。本来的讲法呢是7月8号、7月9号是个大限嘛，那就快到了。川普现在告诉大家，有些国家要开始缴税了哦，未来1个星期看看你的邮箱吧，到底有没有收到信？但是这到底是什么进度呢？因为现在确实有人跟他谈了，但是好像没有人说我已经谈定了，对吧？那他们的这个贝森特财政部长就讲了，已经有18个国家是主要的贸易伙伴磋商。那我们大概是9月1号劳动节前会完成大部分的协议。那跟原本的这个时间点好像又不太一样。其实呢，各国之间大家都不想当那第一个，原因是因为那第一个就是一个定锚嘛，你先看看人家怎么样，我再知道说我能够怎么样来应对。包括了加拿大其实第一时间呢，他就直接讲，你要科我税没关系啊，那我要反制。这里面他抓了一个点，叫做科技税。原因是因为呢，其实美国厉害就是这种数位服务嘛，比如说 Meta 这些，通通都是美国的。好啦，加拿大那个时候说，那我要跟你科数位税。那如果是这样子算下来，大概3%的数位税的话，哇，美国企业可能要缴20亿美元。这件事情让川普生气了，他说：“你这个就直接公然的攻击，我会在7天内制定出报复性的关税。”后续也不太需要谈了啦。那加拿大当然说不会啊，我们还是可以谈啦，关税都可以谈啦。但是加拿大另一个部分在干嘛？他其实先前呢，因为美加友好，那大家兄弟，所以呢，什么国防通通都是为美国。现在不一样了，加拿大说正在远离美国，转向欧洲。比如说北约峰会的前一天，卡尼也就是现在这个加拿大总理呢，去跟欧盟签了一个协议，加拿大希望能够参与这个重装欧洲的国防开支计划。那等于就是它未来是不是会变得跟欧洲近一点点，然后跟美国稍稍有些距离呢？原本已经买的这个 F-35，现在则是评估期间啦，也就是呢，它会持续的在这个今年夏天结束这一些的评估，但评估完之后是买不买，还是会什么样的变数，没人知道。而且卡尼很明确的讲说呢，加拿大应该要停止将大部分的国防资金寄往美国。那也就是说，以后钱不是都跟美国买了吗？那这个大客户会跑掉了吗？欧盟现在呢，其实也是在谈的名单上面。被川普放在很前面的地方，因为他觉得说，哎呀，这个太不乖了啊，太难解决了。欧盟的主席现在是怎么看？他认为，那我们就加入 CPTPP。不对啊 ，CPTPP 里面没有美国呢，所以美国媒体说他去加了一个没有美国的世界贸易俱乐部。这里面是亚洲主导12个国家，目前有包含英国。那希望欧盟的意思是希望能够补强这个弱化的 WTO 的能力。那基本上呢，现在欧盟感
感觉加入这个 CPTPP， 目前领导的是日本，然后中方现在也加在里面了。可是重要的中方好像现在他们有一点点的问题，包括了有人看到说他们的官员在汇报贸易谈判的时候是用臭鱼来形容中方的管制出口措施，特别呢是针对这个军民两用属性的稀土。那如果是这样讲的话，是不是表示其实有一点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还卡在那儿？中方这边则是从今天开始对欧盟来进行甲苯胺的后续反倾销税，也就是说这一波它并没有对欧盟完全的缩手。先前的讲的这个好来好去，好像现在开始有点变质了。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川普这边的讲法是说，反正前面这个我就是要谈啊，我希望他们跟我好好谈。那至于印度这个，我则是认为大协议就要达成了啦。原因是印方这一边呢，好像也开始有些动作。以前卡在哪里？卡在汽车零件啊，卡在钢铁啊，还有农产品啊。目前双方呢，可能没有办法在7月9号前达成协议。但是呢，现在因为中方啊等等，它也有可能会冲击到印度的农场。那所以呢，会不会因此美印之间会有更多的好来好去呢？至于印度这边，则是企业家到中国出差的时候，他直接暗赞中国高铁，原因是因为他说他搭了中方的高铁之后，哇，一天之内可以奔波1600公里，还可以回家睡觉，他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厉害。下面的网友留言就直接讲了，中国现在的基础设施确实是已经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先前在边境的时候，常常会有一些的问题，现在呢，在去年莫迪跟习近平金砖国家的峰会会晤之后，也开始让包括了印度的香客可以前往西藏来朝圣，这一些是目前中印双方有转圜或者是好转的迹象。但是回过头想请教一下帅将军，毕竟嘛，我们刚刚讲的只有3个国家而已，但现在川普讲的是未来大概1个星期会有很多国家可能会收到信。就是川普向来喜欢用威胁的口吻去吓人家。他收到信什么意思啊？你现在不理我哈，1个礼拜以后，我给你挨的每吨数，你的税35、50，就搞这个名堂。事实上谈不下来，因为印度也没有给你，印度也是产农产品的国家。你美国是一个大农产品国家，你要打开印度的这个关税的话，那印度老百姓怎么活啊？所以这个问题关税不是那么好谈的了。所以你看，第一个延迟90天，现在7月8号到了，你又在往后延，不好弄了。那这个加拿大更有意思了。我们中国人都有一句老话，远亲不如近邻。对，这个邻居如果是麻烦的话，好在加拿大不是很强大，但是现在跟你分家了，2个已经闹开了，加拿大就找欧盟做伙伴，两个都是天涯沦落人啊，都是被川普欺负的。所以2个看看能不能相濡以沫啊，对不对？那这个欧盟呢，对中国大陆又来一个臭鱼说，为什么呢？中国把稀土一管制啊，你知道欧盟很多国家是靠汽车工业的，尤其是德国，对不对？意大利也要出跑车，对不对？所以这个稀土关系到你欧盟还要发展国防武力，你飞弹也好，火炮也好，你也需要这个稀土的晶片或者稀土的东西，或者是磁铁，所以先把姿态拉高，然后再慢慢跟，因为他也知道中国也要找另外市场嘛，大家共同的敌人是美国的关税，那现在就大家都要找自己的联盟，联盟之前先把姿态摆高，然后再来，这就做生意的手法。今天全世界这些国家领袖啊，讲难听点都是一个大商人。没有什么道义可言，没有什么那个面子的问题，连 daddy shirt 就出来了。所以你看，这个一个国家的领袖可以讲 kiss my ass， 这种都就变成流窜在今天的上流社会里面。以前还装一装，现在根本不装了。所以这个问题啊，那中国大陆的基础建设，印度当然羡慕。我每次看到印度的火车，就是车顶上都站满了人，旁边还挂了人呢，对不对？你跟他怎么比啊？对，大家很多年前讲，哎呀，金砖5国里面印度是什么什么什么不得了，
啊，人口红利什么讲了一大堆，到现在为止基础建设还没做好，所以这个问题啊，要依很多条件来看，你有这个成熟的条件，你才有下一步。但印度这个国家很奇怪，民族自尊心太强了，那吹牛的已经到没底了。把中国大陆糟蹋的是什么样子啊？结果这些博主来看就不是这么回事。哎，来回1600公里啊，还可以1日游啊，还开了3个钟头会啊，在印度来讲神话啊，对不对？所以这些问题啊，我想全世界现在是处在一个大变局里面，所有的原来的结盟组织都开始破碎、离散，重新搞。那重新搞里面有实力的制造业大国，它就会有，它也要有球，它要市场嘛。所以这个问题，原来这几十年的那个结构大概是会破碎，要重新组了。是，这看外交经济的谈判。所以关税的问题不是那么快的结束。新的结盟的问题也，上合组织、金砖会议，这个脱美元化，这都在进行。是，所以我就想请教一下吴老师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大家想问的就是，好，那所以川普他现在到底他自己要去哪里找他的阶梯下台？川普的阶梯，我觉得他就是我觉得战狼外交还蛮像的了哈。他这个从解放日之后跟各国谈的关税哈，当然这一阵子因为他在打伊朗哈，再加上他要处理太多有关报复性税率的问题，所以在这个解放日税制上面他停了一下。不过他说接下来有18个重要贸易伙伴，有12个左右，10到12个要签署协议了哈。然后还有另外20个其他的重要贸易伙伴呢，也要完成贸易协议，大概在美国劳动节前夕了。所以我想依据他的个性，这种缺乏耐心，然后价高拉高价码让你砍哦，他想很快在劳动节把一些主要的贸易伙伴的关税作为一个 settle down 啊，因为他很多事情要做，比方说加拿大对于这个科技税哈，21科就要科美国，你对川普来讲挑战我啊。对不对？所以他要跟加拿大处理这个科技税。另外还有我之前还在分析的，就是所谓他对于一些企业税，美国企业税其实在 OECD 也被课了一些哈。比方说我们在他的大而美法案里面也谈过，它有一个899条款是针对歧视性税收的国家，就是有些国家抽美国的企业税哈，歧视性，川普也要给你课税，课20%。那这什么叫歧视性？所以我们知道说 OECD 他们有一个条款呢，就是如果你是全球的企业，很多企业是在外面是免税天堂，但是你只要超过7.5亿美元的营业额，这欧元营业额，他要抽你15%。好，那你抽到美国很多企业啊，那川普说你要抽我可以啊，那我报复你，我抽你。所以他这899条款要科这个所有外企20%的税，你会让很多外企开始撤资哦。所以这个东西他们也是在谈判。所以贝森特在前几天讲说，好，我们针对这个，我们感觉达成一些协议，就是我们要把899条款撤掉，让大家我们在这个跟 OECD 或 G20 的国家，我们不要再节外生枝，太多这个税收科来科去啦。所以总结来讲，我觉得川普在关税上，在各种税收上面，他已经慢慢跳脱出过去我们讲美国一个经济霸权。我们讲，虽然我们是一个无政府的社会，但是美国的经济霸权体系或者经济阶层体系支撑了过去的我们讲西法利亚这个后面时代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所谓的西半球的这个经济的秩序，特别是以美元为主。那假如川普在这个美元为主的社会，他一直强调自己的利益，然后一直强调说不是双赢，是我赢，是我要独赢。那对于许多他的盟友来讲，对于许多我们讲以民主形态要追随美国，在经贸上想要跟你合作的国家来看，如果你都要吃人家豆腐，都要赢的话，那你要怎么样去维持这个以美国为经济霸权的这个体系呢？那这个时候可能会有其他的强权会来挑战你的什么经济霸权？从美元开始挑战，到整个经济结构来挑战。所以刚才将军讲得好啊，有可能金砖国家会开始成为一个集团，这个集团慢慢的来挑战美国的整体的经济霸权。就怕这一局完了之后他没捞到便宜。但严老师你会怎么看？第一个，我想我们有时候会参加一些这个 Line 的群组啊，你发现有人在上面讲话很难听啊，然后别人就退群了啊，所以我觉得川普现在面临的状况就是如此嘛，就是有人说你那这个人不能人身攻击，不能接受嘛，当然就退群了啊。然后我们就大家比较文明一点的讲好，
不谈政治的，就有一个新的群组了。我觉得现在可能情况就是这样的啊。所以我没事加入你的群组之后还被你这个羞辱，何必？但是我觉得加拿大真的是很有意思啊，不是你讲的这个上面只有 Google 跟 Meta 嘛，对不对？对，我们还有 Amazon， 还有 Uber 啊，甚至还有这个 Airbnb 啊，都有在这。哇，就表示加拿大，我觉得这个。川普就低估了你，对不起啊，可能我觉得说这个前一任的这个总理，你觉得他好像年轻啊，杜鲁道，你可以欺负他，人家现在搞一个银行的专门上来的，汇率比你还懂的，真的还比你还懂，然后就跟你打到这样，然后呢，你这样子弄他一下，他很多东西不跟你买了，我跟欧洲去玩了，然后我顺便就是反正。CPTPP 我可以从这里头来加入，然后就变成是一个更大的一个集团。我觉得川普搞到最后就是等于是全部的这个人心就离散了就是完全离开他了。那美国是真的是要这样子吗？或许川普觉得说这样对美国有利，就是大家都在占美国便宜。那现在我终于把阻止了这个，可是当你把这个大家赶出去之后，你美国也占不到别人的便宜了再也占不到别人的便宜。我觉得现在面临的大概就是这个状况。那我觉得在中国大陆印度当然刚刚将军有讲了，这个你说高铁我一直觉得大陆的问题是他们盖到的人力跟这个就我们讲说什么产能过剩也好，它盖到已经就是连小地方。都有高铁那我最记得我一个大陆朋友跟我讲，他说他非常感动，他家一个很小的地方现在高铁也通了对，就是说你就知道，就是说对印度来讲，你们更应该如此，你们人比大陆现在还多你看印度就会去想嘛，说我们要是有大陆的这种高铁的。那我们那个运输的那个速度多快，而且你印度人口这么多，绝对可以做得出来就是成本会回得来的。为什么到现在没有在做？印度的铁路从英国时代就蛮出名的殖民时代就是说英国刚开始帮他铺铁路，所以印度的这个铁路网是在，那你就把那个铁路网改成高铁，我觉得不是那么难的。但是印度就没有，所以难怪他们到大陆会。但是大陆的问题是我还是认为说，你这样子产能过剩，继续一路这样子盖，会不会到最后有些根本没有那么多客人的高铁你也在盖，那对他们也是一个麻烦了。